欧洲军援乌克兰20亿美元，乌克兰购买150架鹰狮。特朗普终于制裁俄罗斯，取消与普京的布达佩斯会晤。普京第一时间发出警告，俄军举行核演习。川普强硬回复，走着瞧。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10月22号，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时透露，欧洲盟友已经为乌克兰购买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PURL 的援助机制，开始提供资金给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首批通过 PURL 机制的美国武器已经进入乌克兰。马克·吕特表示，在达成长期停火或和平协议后，欧洲盟友正在增加支出，以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德士隆公司准备向乌克兰出售 AH-1Z 蝰蛇和 UH-1Y 毒液直升机，并且已经与乌克兰政府签署了工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建立组装和维护设施，帮助乌克兰军队实现直升机队现代化，替代老旧的米24雄鹿和米8河马。之前有网友指出，美国目前有大量封存的 AH-1 系列直升机和 UH-1 系列直升机，而乌克兰购买的就是这些封存装备。但是就各方消息来看，乌克兰购买的应该是最新的直升机。如果是购买封存装备的话，就不会是和德士隆公司签订购买合同，转而应该和五角大楼签订。毕竟封存装备是五角大楼的资产。本次乌克兰直升机升级换代项目对于整体冲突而言，优先级并没有那么高。长时间的俄乌战争已经证明，直升机在战场上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在前线遭到防空网压制，甚至被 FPV 无人机攻击，还不如把购买直升机的资金作用于对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购买，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乌克兰的军事实力。相比不知道何时才会购买的蝰蛇和毒液，乌克兰与瑞典签署的协议更为重要。10月22号，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签署了历史性框架协议。克里斯特松表示，这份重要的意向书标志着乌克兰朝着一项关于鹰狮战机的大规模军售协议迈出了一大步。这一单潜在的军售可能涉及多达100至150架战机，用于打造一支全新且非常强大的乌克兰空军。它将增强乌克兰、瑞典乃至整个欧洲的实力。瑞典不仅具备开发和使用鹰狮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的经验，乌克兰拥有的独特空战和防空经验也可以由瑞典借鉴学习。这份意向书仅反映了双方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目前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性和资金的约束性。不过，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最早在2026年获得并使用鹰狮战斗机。克里斯特松表示，如果是新生产的 JAS-39EF 战机，最早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进行交付。此前，瑞典去年在其第16轮对乌军援计划中，还向乌克兰提供了2架萨博 340P AEW300 预警机。因此，鹰狮战机在未来抵达乌克兰后，也使乌克兰能基于萨博340预警机和鹰狮战机达成2种瑞典飞机之间的战斗体系。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专家贾斯汀·布朗克分析，这项潜在军售说明乌克兰已经在为战后空军重建做长期规划。鹰狮一型配备先进雷达电子战系统，还能搭载流星远程导弹，被视为性能大幅提升的中型战机。此番协议的签订不仅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未来战力，也向俄罗斯表明欧洲将长期致力于乌克兰安全。10月22号，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晤时表示，克里姆林宫似乎想控制整个乌克兰，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只有美国知道如何使用战斧导弹，美国不会教别人使用。美国是向北约出售武器，而不是向乌克兰出售。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用的是欧洲导弹，俄乌双方应该当前交火先为之停火，结束战斗行动。希望新的对俄制裁不会持续太久。认为第三国可能在推进，在乌克兰和平进程方面发挥影响力。特朗普公开证实了普京给他打电话，不过是为了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为了拖延战争进程，为了阻止对俄制裁，为了再次戏弄他本人。特朗普还表示，即便自己再次遭到戏耍，依旧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并再次强调乌克兰是用欧洲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与美国无关。之前有媒体报道，乌克兰军队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布良斯克化工厂。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举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解除了对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的关键限制，但特朗普随即发帖否认，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无论导弹来自哪里，也无论乌克兰怎么使用这些导弹，都与美国无关。在前总统拜登任期内，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但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改为需要美国国防部长批准，乌克兰才可以使用这些欧洲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很明显，赫克塞斯一直没有批准，一直到前不久，权限转至美军驻欧洲司令部、美军驻欧洲司令，同时也是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乌克兰才再次被允许用风暴阴影。特朗普宣称，乌克兰用欧洲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与美国无关。而根据以上信息，尤其是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乌克兰就一直没有用欧洲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就华尔街和特朗普的说法，到底孰对孰错，相信朋友们自有判断。在会晤中，他认为是时候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了，他希望制裁不会持续太久。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将制裁俄罗斯最大的2家石油企业，并敦促俄罗斯与乌克兰立即停火。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任期内首次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措施。特朗普还呼吁盟友也增加对俄制裁。最新消息显示，欧盟第19轮对俄制裁法案刚刚通过，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内，全体欧盟成员国都支持该法案。欧盟禁止供应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制裁名单上新增加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117艘船，其中大部分是油轮，对俄罗斯外交官实施旅行限制。在此次事件之后，俄罗斯举行了新一轮大规模核演习。克里姆林宫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总参谋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了演习情况。俄军在演习中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不过，这轮大规模核演习似乎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威慑作用。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乌克兰，都没什么反应。对于特朗普的超级制裁，普京表示，新的制裁不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更是强调，俄罗斯已经对制裁形成强大免疫力。当天稍晚些时候，有记者将普京的原话转述给特朗普，而后者的反应也相当强硬。我很高兴他这么想，这很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6个月后，届时我就会让你们看到一切进展如何。特朗普虽然尊重普京，但他并不认为俄罗斯有能力跟美国拼国力，打消耗战。在他看来，如果普京仍然坚持不停止战争，那么俄罗斯的经济将先行崩溃。特朗普下定决心，而普京也态度强硬。既然双方互不相让，分道扬镳就只是时间问题。制裁令已经发出，开弓没有回头箭。6个月后，1年后，如果普京仍能挺住，那对特朗普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